比如说我们在家里一定离不开评价孩子的，这是不可避免的。比如说有一天你带着孩子去听写5个字，老师布置的作业，结果他对了2个，错了3个，那么我们看一看你更接近哪一个，你认为哪一个更好？这第一个，哇，儿子你默写对了2个耶，已经很棒了，剩下的3个我们多练几遍就能默对了。其实是正面管教泛滥。第二个是横点几下额头，甚至打几下子，然后给我写去。那这是第3个，你怎么学的？在学校里干什么呢？第4个就是抄10遍再来默。第5个，这3个错了，想办法练，相信你能行。第6个，这2个字是对的，最后一个，这3个字是错的。那我们家长，你接近是这7个当中的哪一个？你觉得哪个是最好的？最好的其实是第6个和第7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2个都是客观的陈述，而不是主观的表达。那其中更好的又是哪一个呢？是第6个，它叫积极的主观，就是你点名他对了，这2个是对的，因为你只要说2个是对的，那另外3个还要错吗？它肯定就是错的，是吧？其实发达的国家是特别重视小孩子的主观和客观教育的，他们非常重视让孩子分清和理解什么是主观和什么是客观，而且要告诉孩子，凡是客观的你都是可以相信的，凡是主观的你都是可以质疑的。包括我们今天嘉宾的分享，很多其实也是主观的，你都是可以质疑的，你听听可仅供参考啊。但是这个是对的，客观的是可以相信的，所有的主观，他哪怕是圣人说的话，你都是可以质疑的。那么，另外就是你会发现，关于客观和评价和主观评价时候，我们当着外人当面评价的时候，我们会注意分寸的，我们会尽可能的做到客观。但是当我们评价家人的时候，我们可能是毫无顾忌的，我们更多的是什么？主观，更多的是去掺杂了情绪化。那所以我们可能以后要更好的评价孩子，想取得更好的评价效果，那我们就这样做，叫最少的主观，最大化的客观，因为只有客观才是不容置疑的，才是最有力量的啊。这是主客观的事情。那么主客观呢，也给大家提供几个小贴士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先看见人，后看见事。第二个，你永远要记住，你是孩子成长的观察者，不是评价者。你只陈述不评价事实，尤其不要去评价人本身。那第3个，十分必要，不参与，不陈述。第4，不对的事不等于不对的目的，不等于不对的心意，更不等于不对的孩子。那第5个，凡事必有利，有利必有弊，有弊必有利。那缺少的只是看见那个益处，所以家长要总能先看见所谓孩子坏事当中的益处。第6个呢，就是努力的现场把自己变成孩子，去把他做的事想象到经历一遍，你再决定是不是陈述还是怎么陈述。第7个，借鉴了那一句话叫凡人看果，菩萨看因。你要做菩萨，要从关注事件的好坏迅速转移到反思发生这件事的客观原因。